熟悉世界战争史的朋友不难发现，在一般情况下，爆发大型战争或是世界大战前，通常都会显露一些征兆。就比如说，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摧毁了德国一战后那本就脆弱的经济。一块面包居然卖到了50万马克的天价。今天我们就来结合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来浅聊一下世界大战前都有哪些征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国际局势正重演着20世纪初的剧本，新兴力量崛起，打破旧有秩序，大国间的战略互疑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峰值。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曾指出，2022年全球军费开支突破2.24万亿美元，创冷战结束以来新高。这种新冷战式的对抗格局，与一战前英德海军竞赛、二战前法西斯国家扩军备战形成令人不安的呼应。在一战前，德国作为新兴强国，老牌霸主英国发起挑战，双方展开激烈海军竞赛。德国海军大臣提尔皮茨推行大规模造舰计划，旨在打破英国海上霸权。1898年和1900年，德国2次颁布海军法，大力扩充海军。英国则以2强标准回应，即英国海军吨位需超过第2、第3海军强国之和。1906年，英国无畏号战列舰下水，引领海军技术革命。德国不甘示弱，加速建造无畏舰。这场军备竞赛使英德关系紧张，为一战爆发埋下隐患。二战前，法西斯国家的扩军备战更是疯狂。德国纳粹党上台后，公然撕毁凡尔赛合约，重建空军，扩充陆军，发展海军。1935年，德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陆军迅速扩充。1936年，德国出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进一步挑战国际秩序。日本在亚洲也加紧扩军，为侵略扩张做准备，其军事野心不断膨胀，妄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意大利同样卷入法西斯扩张浪潮，与德日结成轴心国集团，共同威胁世界和平。这些法西斯国家的扩军备战行为是二战爆发的重要因素。如今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大国间的军事对抗在多个领域展开。美国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在亚太地区部署反导系统，加强军事存在，试图遏制新兴大国崛起。俄罗斯则在军事技术领域不断突破，研发新型武器，如高超音速导弹等，以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双方在军事上的对抗态势与2次大战前的军备竞赛极为相似，世界仿佛再次站在战争的悬崖边缘。不仅如此，就连民粹主义也变得和一战前极为相似。社交媒体时代所形成的信息茧房效应，正在使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研究显示，2023年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较2016年上升17%。这种非理性思潮极可能成为战争的催化剂。一战前，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极端民族主义成为战争的重要推动因素。在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情绪引发领土争端和民族矛盾。塞尔维亚等国的民族主义者渴望摆脱奥匈帝国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这与奥匈帝国的扩张野心发生冲突。1914年，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匈帝国皇储菲迪南大公夫妇，成为一战导火索。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各国陷入狭隘的民族利益斗争，忽视和平与合作，最终导致战争爆发。如今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在一些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利用民众对经济、移民等问题的不满，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推行排外政策。美国特朗普执政时期推行美国优先政策，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协议，加强边境管控，限制移民入境。这种单边主义和排外主义行为破坏了国际合作与秩序。欧洲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也在崛起，在移民、难民等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这些民粹主义思潮和行为使国际社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增加战争风险。不过，致使大战爆发的原因从来都是错综复杂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可能是导致双方开战的导火索。
就比如说经济和军备竞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动荡往往是战争的重要导火索。经济危机和战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当经济陷入困境，社会矛盾激化，战争的风险便会陡然增加。一战前的德国经济虽然在快速工业化的推动下有显著增长，可结构失衡严重，重工业虽然发展迅猛，但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相对滞后。这种不平衡致使经济内部矛盾丛生，农业劳动力过剩，轻工业发展迟缓。这些问题在战争爆发后进一步恶化。同时，德国对外贸易依赖程度高，贸易顺差主要源于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出口，这使得德国经济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一战前，德国为支持工业发展，大量发行国债，国家债务激增，财政压力巨大，经济形势岌岌可危。在国内经济矛盾尖锐、民众生活困苦的情况下，德国统治者试图通过战争来夺取海外殖民地，获取更多资源和市场，以缓解国内经济困境，这成为一战爆发的重要经济因素。而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更是直接将世界推向了二战的深渊。这次危机涉及范围极广，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部门。工业生产大幅下降，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 37.2%， 美国下降 40.6%， 法国下降 28.4%， 英国下降 16%， 日本下降 8.4%。主要国家的生产甚至退回到20世纪初或19世纪末的水平，企业大批倒闭，美国倒闭企业达14万家，还有近1万家银行，德国为6万家，英国为 3.2 万家，工人大量失业，资本主义世界全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加上半失业者达4000至4500万，世界商品市场急剧萎缩，关税战、贸易战加剧。1929年至1933年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额缩小2/3，退回到1919年的水平。在这场经济大灾难中，各国为了摆脱危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步缓解了经济危机。然而，德国、日本等国却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试图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转嫁国内经济危机。德国纳粹党上台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积极扩军备战，通过侵略周边国家，掠夺资源和财富，以满足国内经济和政治的需求。日本也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加速了对外侵略的步伐，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妄图通过占领他国领土，获取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来摆脱经济困境。军备竞赛是战争前的明显征兆之一，它反映了各国对军事力量的重视和对战略优势的争夺。当国际局势紧张，各国为了在潜在冲突中占据上风，往往会加大对军事领域的投入，不断扩充军备。这种竞赛不仅体现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更体现在技术的创新和升级上。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堪称典型。在核武器领域，两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美国率先拥有原子弹后，苏联迅速追赶，于1949年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此后，双方在氢弹研发上也不甘落后，不断提升核武器的威力和精度。在导弹技术方面，苏联1957年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展示了其在航天和导弹技术上的实力。这一成就给美国带来巨大压力，促使美国加快导弹研发步伐。双方在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在常规武器方面，美苏也不断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发和生产。美国的 F-15、F-16 战斗机，苏联的米格29、苏27战斗机等先进战机不断涌现，双方的坦克、舰艇等装备也在持续更新换代。这场军备竞赛使得全球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国际局势高度紧张。除了以上几点外，能够引发战争的因素还有许多。就拿舆论战来说，它是战争的前哨战，在战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能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战争的走向和结果。一战前，德国就深谙舆论宣传的重要性，为了让本国民众接受一战非打不可的观点，德国运用宣传的力量，将他国描绘成入侵者。1914年8月，德国皇帝威廉2世宣称，我们没有兴趣侵占他国，但我们将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守卫上帝赐予我们的领土。就这样，一场德国主动进攻他国的战争被巧妙地包装成了保家卫国战。在这种舆论引导下，被狂热的爱国主义冲昏头脑的年轻人纷纷走上战场，
德国政府还为了让参战士兵保持士气，让宣传机构设计了很多宣传画，营造战地就是天堂乐园的假象。同时在战争宣传中丑化诋毁敌人，否定敌人的人性，欺骗士兵在战场上拿起武器射杀敌人。美国在战争前同样注重舆论准备。以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为发动战争并达成战争企图，全面启动国家舆论机器，充分运用现代传播技术，对伊实施了强劲舆论攻势。美利用一切外交机会，大肆宣称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物化学武器。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到联合国宣传美国对伊政策，国务卿鲍威尔列举了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证据，为推翻萨达姆政权大造舆论。战争前夕，美国防部邀请世界各地新闻记者赴海湾采访，让他们成为美军的义务宣传员。美军还专门设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其目的就在于左右国际舆论，并制定了宣传心理作战条令。通过这些舆论手段，美国试图在国内取得民众共识，压制反对派声音，同时在国际上为其军事行动争取支持或默许，避免在政治和外交上陷于被动。除此之外，还有外交方面的影响。外交关系的破裂往往是战争爆发前的重要征兆，它标志着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当外交关系破裂后，各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渠道受阻，信任缺失，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战争的风险也随之急剧增加。一战前，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就是外交关系紧张的典型。巴尔干地区民族众多，地缘政治复杂，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奥匈帝国试图在巴尔干地区扩张势力，而塞尔维亚则坚决捍卫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一行为引发了塞尔维亚的强烈抗议和不满，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成为一战爆发的重要诱因之一。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菲迪南大公夫妇在塞尔维亚边境城市萨拉热窝进行军事检阅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这一事件彻底点燃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火药桶。奥匈帝国随后向塞尔维亚宣战，欧洲列强之间的联盟体系迅速被激活，一战全面爆发。除了外交关系破裂，联盟重组也是战争前的显著特征。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各国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寻求更大的战略优势，往往会进行联盟重组。这种重组打破了原有的国际关系平衡，形成新的力量对比，使得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和不稳定。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诱发战争爆发的因素早已发生了转变。就比如号称能够毁灭世界的核武器，它昔日几乎就是无核国家的噩梦，如今却成为了防止战争爆发的有力保障。美国战略司令部数据显示，当前全球现役核弹头达9000多枚，其中俄罗斯4000多枚，美国3000多枚。这种核天平的微妙平衡，使任何常规冲突都可能触发潘多拉魔盒。一旦核战争爆发，其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不仅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可能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的崩溃，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接受的后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有着核武器的存在，大国之间开始变得畏首畏尾起来，使得他们从直接军事对抗变为了间接模式。因为大国之间都清楚，一旦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很可能会引发核战争，因此都在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核威慑的存在使得大国之间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更加谨慎，不敢轻易发动战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总之就是一句话，有着核武器的存在，新一轮的世界大战将会很难爆发。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